大家好，我是金宇。我是如言，今天要聊我们对国际 relationship 的感觉。如果你20岁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你说你之后会有一个外国的女朋友，而且是乌克兰的，你会怎么回答？我不相信，我肯定不会想到这一件事情。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因为我觉得在台湾，光是遇到其他亚洲的外国人也不太容易，更不用说欧洲的，然后还是乌克兰。通常欧洲可能是什么比较大的国家，乌克兰在欧洲是一个最大的国家。乌克兰人应该也不会想到要来台湾，因为你们不认识台湾的人很多，对吧？就是很远，不然你说现在在台湾的乌克兰人有多少人？100多。对啊，所以不会有人想到会是乌克兰人，好吗？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可能性比较大，但是就不会想到乌克兰。我以为你会说没想到会有一个外国女朋友，因为你的英文不好。我英文不好，我们都用乌克兰文沟通。你看这样子多好，有一个外国女朋友来花莲找你，你说你在哪里还可以找到乌克兰的女生，会中文，会做饭，自己来台湾，有工作，你说？都是我计划好的，我写下来那个愿望就来了。我之前也有跟外国的男生在一起，所以对我来说不是很大的事。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，外国的男朋友其实比我还容易，因为你们周边的国家就是外国，波兰就是外国了，所以对你们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外国的男朋友。但是台湾就比较困难，因为大家要先飞进来。你们外国是搭火车就可以到了，我们搭火车不能到外国。对，有道理。那我们在一起之前对乌克兰有了解吗？其实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前，我对乌克兰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，就是会有那些新闻会说，就是花钱然后到乌克兰娶老婆这种事情，真的新闻真的会有。这就是我对乌克兰最一开始的认识，历史文化全部都是认识你之后才开始了解，之前完全没有想过需要认识乌克兰这个国家。所以现在我在台湾就要给大家讲更多的乌克兰，更多的台湾人知道乌克兰不是只有美女跟战争，还有其他的事情，但是有很多的美女，这个是没错。这边就有一个。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对乌克兰了解多少？就给我说5个 fact。那就刚好从食衣住行娱乐食物，就是吃到很多乌克兰不一样的食物，虽然都是饺子，但是里面包的东西跟他们会沾的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，他们是沾酸奶。这是我第一个了解到，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吓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们在饺子里面会包马铃薯。圣诞节快到了，下一个影片我们会拍。我们做了乌克兰的所有的菜，然后来过圣诞节。不是所有的。再来是衣服的部分，对你来说，你会去想这样穿会不会适合这样吃饭？但是我就跟你说啊，没差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你有点不太相信，就是不太相信台湾穿衣服那么随便。因为在乌克兰这个是一种对尊重，朋友的尊重。乌克兰基本上不会有人穿得很随便。我们不是不是随便，是啊轻松啊，轻松。你教我，乌克兰会穿得轻松，但是很好看的。我觉得拖鞋跟短裤、很久的 T 恤那个不行。确实，台湾蛮多的。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穿，他会看不下去。对啊，我们就跟他说好，要不我们就分开的出门就好了。现在哪有？再来是房子的部分，现在讲到住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他们对于美感这件事情比较要求。然后台湾的房子啊，就是可能从外面到里面，他们通常看到都不太满意。像台湾的铁皮屋啦，或是房子里面我觉得干净，但他觉得完全不干净，就是会有这样的落差在。我们刚来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墙壁，我觉得非常的赞。再去看房子的时候，他觉得墙壁完全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。所以我现在了解乌克兰更多，就是对于房子的美这件事情，美感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欧洲还是比亚洲非常多。然后再来就是行的部分，行的部分我觉得可以讲说，像是乌克兰他们会有过夜的火车，但台湾不会有。然后他们拉车的距离的时间长短，在台湾我说15分钟，15分钟一下就到了，干嘛还要开车或骑车？我说不，200公尺的那个 7 我都要骑车。这个我不能接受，因为我觉得走10分钟、半个小时其实还可以。如果已经超过1个小时，那我就会想说，好，这个太远了，不走了。但是如果1个小时内呢，我觉得可以走一下，对健康很好，对身体很好。所以他有时候都会自己走路去学校，然后可能或是去其他地方走个半个小时、40分钟。对啊，我就想说我不走。我一边走路一边听书，这是12鸟，可以一边听书一边走路，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有道理。我这个外国男朋友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？好的，的。那你觉得男朋友来自外国的优点是什么，或是缺点？优点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差异就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，应该不是跟外国人或者不是外国人的关系，就这个人的关系，所以跟外国人应该是这个文化差别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
那你会不会觉得跟外国人有文化不一样的地方，让你觉得有时候会有点辛苦？我觉得还好，就到现在我还没有什么情况会觉得说让我很辛苦，我就觉得 funny。缺点呢，可能吵架的时候你不懂乌克兰脏话。我学，但是如果如愿用乌克兰的骂我的话，我觉得听不懂，所以他还是会对啊，很努力的先把乌克兰文翻译成中文，然后对啊，再讲出来。这个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真的很辛苦了。我之前以为男朋友不是说同一个语言，我就会觉得说很难。比如说我想跟你讲一个 joke，然后你不懂，感觉没有 connect 很好的感觉。但是其实不是，因为如果一个人可以 catch 你的这个味，那就没有这个问题。你跟他讲乌克兰的 joke 解释，就还是可以懂。只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解释。如果有 IG 的影片，我想跟他分享，但是是乌克兰文，我不一定要跟他分享，我也有我的乌克兰的朋友们，我可以跟他们分享，他们会觉得好笑。我还是会叫他发给我，然后我自己用翻译慢慢看。对，有的时候他真的会这样做，我觉得这个很可爱。我们两个相处上面，我觉得其实就是只有沟通要花更多的耐心去听对方想要表达什么，因为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更有耐心倾听对方说的话，所以我觉得吵架的几率其实也蛮低的。好，最后一个跟外国人在一起的优点，我觉得可以更了解不一样的文化，然后可以吃到不一样国家的食物哦。吃的这个部分我超爱。不一样国家的食物，你有几个国家的女朋友？没有，我去日本，我可以自己去吃日本的食物，我不一定要有日本的女朋友。但是乌克兰太远了，我真的需要一个乌克兰的女朋友才能吃乌克兰的食物，懂吗？那你下次如果想试试看 Norway， 你先做一下 Norway 食物的功课，这样。可能你要做 Norway 食物的功课？Oh my god！ 我们讲了那么多，那你觉得你会给大家什么建议？如果想要跟外国人交往的话，第一个建议，不要故意找外国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，我是这样觉得，因为这样有点奇怪。就比如说，如果我听到他是找一个外国女朋友，我会有感觉不是喜欢我这个人，但是跟我在一起只因为他想找到一个外国女朋友，我就不太会喜欢这个。对，我只是看到他的心里面。就要准备自己的心，可能这个文化会不一样，用你的 curiosity 了解对方。那你呢？我觉得真的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理解对方，这样才可以了解对方的想法是什么，因为真的差异蛮大的。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啊，就是先在一起再说嘛。对啊，有空再说我们怎么在一起的故事。大家都想知道，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们想知道，所以我们先不说啊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说了。下次。下次好，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做乌克兰的菜来过圣诞节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